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一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退役中将帅化民，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几天大家看奥运了，现在奥运也进入最后的阶段。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呢，在中国的这个乒乓球真的是非常强哦，已经击败瑞典，男团击败瑞典，奥运5连霸了。那巴黎奥运的男子桌球的团体决赛当中，由樊振东、马龙还有王楚钦组成的中国队击败了瑞典队，夺下金牌，成为5届奥运乒乓男团的卫冕冠军。那赛后呢，像樊振东呢，他也在微博上面发出了声明，他说：希望接下来未来的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乒乓人都能登上最高的颁奖台。那奥运桌球呢，6金王马龙现在也创下了这个中国纪录，他感性告别说：最后一舞非常完美。他说啊，这是他在奥运会上的最后一舞，结果很完美，他感到非常骄傲、幸运还有自豪，相信年轻的运动员会从他们身上学到竞技运动带给他们的魅力。那刚刚提到了这么多光荣的时刻，那提到最悲情的时刻是谁？就是日本的张本智和，因为他遭到爆冷、逆转跟绝杀。巴黎奥运最惨的人就是非张本智和莫属了，因为他在赛前的时候呢，他参加了混双啦、男单跟男团的3个项目，目标是要得到3个奖牌。但问题是，他后来有没有得到？当然没有得到，因为在混双的场上啊，他首轮被韩国爆冷淘汰。那在男单的比赛当中呢，又跟大陆的好手樊振东激战7局，后来遗憾出局。那男团的铜牌战呢，又未能成功夺牌，所以最后根本无缘奖牌。那樊振东呢，他跟樊振东比赛呢，还曾经一度领先哦，后来就输给了樊振东。那跟这个勒布朗比赛呢，是在男团的比赛，铜牌战的第2点对上法国，17岁而已，新星勒布朗。后来呢，因为被逆转，后来也没有得牌。可以看出来，这个张本智和真的是本届奥运最悲情的一员。那他在输了比赛之后呢，他被拍到，他跟带着队友到巴黎的一个餐厅去吃的辣椒炒肉，结果呢，背后正在播出就是男团的决赛，结果他们表情看起来是有点落寞的感觉哦。那是不是输给樊振东之后崩溃呢？张本智和承诺要带3面金牌啊，结果却挂蛋。现在日本球迷也很生气啊，说你不要只要出一张嘴而已，你应该拿出实力出来嘛。因为日本球迷对张本智和的失望跟情绪现在明显的上升许多人希望他能够更务实，不要再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和胜利的奖牌来证明自己。可是相对于像日本球迷这么激动，很多中国球迷就说，虽然不喜欢日本，但是很佩服他，是值得敬重的对手。甚至还有人说呢，张本智和能不能改回中国籍？他真的非常欣赏他，但偏偏他是日本籍。还有网友说他觉得张本智和很出色啊，这是没有和中国队比较的前提之下。那张本智和呢，他看到了这么多网友对他讨论，他也说，中国球迷是因为我半决赛输得有点可怜，安慰我，等我打好了又要被说。那中国球迷呢，给中国加油是一定是第一位，但希望自己呢和外协打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多一点加油声，他就很高兴了。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选手呢，现在是不是在也展现风度？因为这次拳击大家很关注就是性别争议的一个情形嘛。那包括像阿尔及利亚的拳手呢，他也被外界质疑，但是他跟中国对战之后呢，中国的名将他输了，他拿到银牌，但是他赛后吐露了一些相当的一些心声。他吐露什么心声？他说他非常赞赏表现非常出色，甚至这个包括有媒体就说，那他卷入性别争议啊，你怎么看？他说没有，我赛前就是专心在研究对手怎么想的去战胜他，不像那个上次土耳其那个选手有没有对着我们林玉婷，他对着全场观众比出叉叉2个字。所以呢，你看，相对于土耳其选手，看起来中国大陆的选手呢是展现那个风度所在。不过呢，这次奥运大家也要讨论是不是药检有双标这个情形因为像中国呢控美国有系统性的体育作弊，要求对田径选手加强药检筛查。中国的奥会主席呢，在近日当日要求美国的奥会主席停止进行长臂管辖，就是你管太宽了。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跟官媒昨天也声称有理由怀疑美国田径运动存在有系统性的兴奋剂问题要求加大对美国田径运动的查访的频率。那我们来看到田径场上这位选手叫做奈顿奈顿现在深陷药检风波之后呢，比完赛就直接匆匆离场。新华社也罕见质疑说，那你干嘛这么沉默？他最后呢只名列第4而已那当选手比完赛的时候呢，其实都会经过这个混合采访区嘛。可是很多记者在那时候等你来却没有看到奈顿。当时新华社就质疑，一向爱表达的美国运动员怎么这时候
又沉默了，甚至像连德国的德语媒体都在报道说，在兴奋剂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是不是有搞双标的一个情形？甚至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体育法，当时那一顿的3月是被验出有阳性的情况，但是还是获得了参准奥运。但因为体育法庭的裁判结果是，这名运动员是误食了受到污染的牛尾巴。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双标呢？先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奥运的情形？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了。那被封为最悲情男的张本智和，好像处境有点尴尬。没有错，他真的蛮倒霉的啦。就是明明有2场他会赢，最后都输嘛，就是被逆转胜了。是啊。不过我觉得选手被逆转胜，这也不是没见过啦。那主要是因为他出国之前吹太多牛啊，大话说得太早了。那我觉得那个跟他的特殊的身份有关啦。他其实是出生在日本，可是10岁才入日本国籍。是啊。他父母亲都是四川人嘛，那也是桌球的教练啊，所以他就想要融入日本的桌球界，是，所以就要特别讲一些狠话啦，说要打败中国啦，什么什么讲一堆啦，是。那其实他也打得不错啦，说实在，其实真的不错了。对了，可是因为日本跟中国的桌球真的还是差一级了，所以他在日本就不能够碰到很强的对手来对练嘛。对。不，这个跟对练真的有关啦，是，因为我自己当过羽球理事长，我知道，整体的水准有关系。就是像戴资颖那个就是天才啦，对，他自己就非常厉害，可是台湾的选手就需要比较厉害的对练选手，是，把你的水平拉高，这样整个环境啊什么都。那张本智和在日本基本上不太有对手，可是你跟中国对打，跟瑞典对打，你还是会输啊，就踢到铁板了。对啊，那。就是运气不好啦，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身份的尴尬啦。你看那个福原爱就一点都不尴尬，福原爱他本来就日本人，是，那他会去东北嘛，那也是学桌球啊，可是他就是日本人，所以他回日本到中国都很顺啊。是，那张本智和我就觉得有一点过头啦。其实你如果自然一点。不会这么尴尬啦，所以当然这是他运气很差是没有错了啊，不然我认为他应该会得牌啦，他应该有机会得牌啊。那另外这个药检最后中国官方终于决定出手了，是，事实上之前有点忍辱负重，对，那我觉得后来他大概看到国际奥委会那个 WADA 也表态了，对，就觉得美国奥委会实在太过分了啊。那个 USADA 啦，这个有点像国际拳击协会来对抗国际奥委会一样嘛，讲那个性别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个也是类似，我们批评WADA 的药检有问题，结果 WADA 就把过去的老账全部翻出来，说你美国就是药检做的最差的，对，最多，就直接讲你啊，没错，说你明明就是阳性，结果还准参赛，他只是没讲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是 WADA 出来讲话，而且国际奥委会有一个官员还直接讲说，美国你这样在乱搞哈，我取消你那个盐湖的奥运赛，就2028年。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坦白讲，这个政府反应也是太慢，他就有点被撞胆了。那大概有一些问题他想通了啦。你如果没有出来讲话，你2028就被美国搞。是。轮到美国办奥运洛杉矶奥运，那你到时候盐湖那个 Salt Lake City，就是你到时候去，你怎么办啊？你到时候去，人家怎么整你啊？因为美国是主办国，他可以说你不只要过 WADA 的标准，也要过我 USADA 的标准，这个是他的权利哦。那如果他用 USADA 来搞你，你会累死啊！而且你那个沿途是不是要小心啊？被人家设计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大概想通了，是有些丑话要讲前面，没错啊。所以你说要这样搞我，那我要求你的田径选手全部都过来验，那以后游泳队大家都验一样的次数，啊，因为美国的田径队100%有问题啦，你且还不要追究他那个脸色变紫色的那个问题了，那个也没有追究啊，而且还不给受访，直接跑走。不过我坦白说了，这次那个费尔普斯自己忽然都出来讲话，美国的男子
单人的比赛啊，只拿到1个金牌。美国的游泳金牌是8面哦，是男子个人只有1面，你知道吧？菲尔普斯气炸了，是啊，气炸了，你表现的不好嘛，所以他后来自己也改口了啦，因为自己的选手实在表现的不怎么样。是美国得牌的都是女生，不然就是混合的。对，男生在做什么？男单只拿到1面金牌，1500公尺。是，对啊，所以没话讲了。是，好，请教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药检的问题，他们是拿了2年前有一个中国大陆的选手20几个食物上感染的，拿来做题目，所以很早就一直在宣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奥运会还没开办，到现在他已经检查了600多次，到进了奥运会的时候又检查200次了，加起来200次了，等于平均每天要检查7次。不要讲是选手了，我们正常人都受不了。是，一天白天参赛时间也不过就7、8个钟头吧。那你这样搞，早上、清晨、晚上睡觉都会被骚扰，心理都会受影响。所以中国选手已经很忍辱负重了。你为了证明我是清白，我让你检，你随你怎么检。所以检完以后，政府才应该出面了。刚刚亮哥讲的没错，奥委会已经对这个美国这个发出一个警告了嘛。对，那中国大陆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声的话，这诚如所言，4年以后你怎么面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下药很容易啊，跟我们以前看小说一样，那个黑店下蒙汗药一样，随便在你饮料食物，甚至于空调里面搞这些东西，验出来都是。你想想，我们酒驾有的塞一张给你嘛，对，就塞给你嘛。所以这个问题啊。本来是大家每个国家争自己的奖牌数是荣誉，结果用这种手段是很令人不齿了。所以今天的世风真的叫日下。我以前20年前也没听说奥运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而且美国的奥运吃禁药的记录很多，所以奥委会通通把老账都抖出来了嘛，谁吃过，谁又怎么样，而且你都是双标，让他停赛几个月又赛了，对不对？最近这个蓝色的脸孔啊，那不是一种化验不出来的禁药嘛？因为美国医学也很发达，是，顶多1、2个选手脸色变一变，你怎么所有选手都一样？全部都变蓝精灵了？这个叫 purple team， 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有鬼了。所以你看那个田径选手。赶快闪开了，他3个月以前就有吃禁药的，是按照道理3个月知道你有禁药，你就不能参赛了，对，所以要被取消资格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奥运会已经变成一个不是很正大光明的东西了，这个已经丧失了奥运的基本精神，这是大家凭自己努力嘛，争取自己的成绩，公平竞争，用这些下流手段呢，都不是好事，所以美国泳将啊。向来认为他是囊中之物，被人家破纪录吧，破1秒多，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外星人，蓝丹啊，真是很难听啊，是这种叫输不起的心态，太严重了。是第二个人种的这个优越感啊，也是在这里发酵，他认为，对不对？泳坛啊，是美国、澳洲这些的。敬佩，不过这次他也输给意大利跟法国，这更丢脸，都输了，更丢脸。这次，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气啊？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了。是，请教严教授怎么看呢？我觉得当然就是大陆在过去30年在奥运上面，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策略的哦，是从他们最擅长的一些项目开始。那这些项目可能在亚洲人来讲，体型上不需要有欧美的一种优势嘛，所以我们看到像桌球啊、像羽球这些，它表现的是还不错的。那慢慢的好像扩张到其他的项目了，包括跳水啊等等。现在游泳也竟然也可以夺金了。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慢慢的开始往其他的项目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亚洲来讲都是好事啊。我们过去也看到，其实日本选手有些时候在田径或者体操也有一些表现。那这些过去都在美国的这个所谓囊中之物的，慢慢亚洲有些但对美国来讲这个有一点点像是一个
跟中国的竞争里头，我们讲说从科技战、贸易战哦、外交战，到最后打到运动战。你看现在每天大家在看的就是两个国家的金牌排名差不多嘛，一直都是你可能多一个我少，从来没有差距。现在33比33，对，从来没有差距。平手，金牌平手，对，金牌一直都在平手或者一个两，就没有超过2、3个的了，几乎就是就是这样子啊。那好像我觉得美国也不必这么在意，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人口比大陆只有1/3不到啊，那你讲起来，你的人口这么少。那大陆的跟你夺金的数目比起来，你就光凭这个比例上你就赢了嘛？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啊。那然后，但是我觉得美国不应该去在这个禁药上面一直做，因为你的双重标准很快被发现，而且过去我们看到。美国人如果禁药被发现，都是在很奇怪的吃饮食误食某种饮食，这个是很奇怪，他都吃到牛尾巴都。对，那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被查出来以后，然后赶快去那个餐厅说，你帮我在这边放点这个禁药在你的牛尾巴里头，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个就是蛮奇怪的，而且他查的另外一批啊，就是跟他吃的时候又不一样，这些我真的是很怀疑。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变成刚刚将军讲了，搞到最后都变成叠对叠。你出去，你可能每个队伍要带自己的这个厨师来准备食物，然后都要经过自己看看，要确定化验都没有问题。哎，劳民伤财之外，就是打断了所有的选手的节奏，因为本来他平常很顺利的，没事要这样子不断的被心理就会受影响，心理应该会受影响。可是从这一点来看啊，那我觉得这一次看到，包括杨淑他对这个这个阿尔及利杨柳对这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他并没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好像就很有风度。对，那我觉得我最近看，大概大陆现在选手训练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他们的跟媒体的之间的访问对答，都比还整个品性的教育，对，就是不像是我们这样讲好了。过去我们说铁幕国家，你看北韩的选手出来，不晓得绝对不会跟人家对答的。那现在大陆都很自然，包括我们麟洋配打了冠军，他们也很自然，大家一起照。这一些，我觉得这个大陆在这一方面的训练可能真的是比美国所想象的要更好一些，就是他们在风度，在应对进退面对媒体访问等等，就是没有这么僵硬了，这个差很多了。我觉得这个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跟之前的真的是不太一样，是真的有些差别所在。好，我们看到现在地上还有00年后了，但是现在连太空也在封奥运这怎么看呢？这个是天宫运动会现在上演他们是中国的这个太空人，他们现在为中国的奥运选手来做打气这个呢是神舟18号3名太空人在太空站所举行的运动会，你看它包括像乒乓球啦，或者说火炬传递啦，甚至跨栏啦，或是混合游泳比赛、跳水、举重等等的项目，你看他们就在太空站里面在做这样的情形，看起来甚至蛮开心。甚至你看画面，现在这个人就在打乒乓球的一个样子，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现在连太空站呢都在封奥运的情形但是现在谈到太空的情况，中国跟俄罗斯呢现在首次和平利用外空事务来进行磋商在莫斯科登场。那现在呢，中俄双方呢就加强外层太空利用跟探索问题，来确保外太空的利用还有探索安全领域达成一致。那现在呢，包括神龙现身澳洲，中国超神秘的太空梭机现在被拍到了。这个是一名奥地利的天文摄影师他日前拍到呢中国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航天器的图像。根据了解呢，被拍到的是中国在去年12月所发射的神龙太空飞机，现在被拍到了。那也被拍到的是呢，现在变成700片的太空垃圾云了吗？现在千帆星座的火箭为何解体，也引发大家关注因为大陆呢将千帆星座首批卫星送入轨道，结果呢，现在美国的太空司令部说，滞留太空的长征6号火箭
末端呢现在出现解体情况，那一共产生了7000块的碎片，正在距离地球8000公里处的轨道来做飞驰的情况。看得出来呢，在太空其实竞争也是非常激烈了。那另外竞争非常激烈的是波音了，波音现在麻烦是不是也大了？因为现在连 NASA 都受不了了 ，NASA 呢发出报告来痛批波音说，你的品管也对我太糟糕了吧，甚至连成本都超支，还有交付拖延的情况。因为里面报告指出波音的品质控管的系统根本没有达到 NASA 的要求，甚至缺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更发现工人整体都欠缺经验或是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你根本就拿我们的这东西来开玩笑嘛！所以现在 NASA 也很生气那目前 NASA 呢，对目前提靠在太空站的这些东西保持担忧，甚至大幅计划延迟快耐的这个任务发射，原本是在8月18号，现在延到了9月24号。那波音不行的话，太空他们现在只能再撑8个月了。NASA 想找SpaceX 来接手，原本计划停留8天就要返回，但现在已经滞留超过2个月了，现在可能要在太空才能度过耶诞节跟新年，2025年才能够返回地球所以现在 NASA 考虑呢，干脆让这2位太空人搭乘预定2025年回地球的 SpaceX 太空船来做一个接驳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是不是要谈到说这个波音的问题等于是接烂摊呢？现在波音的新的 CEO 上任首日，现在获得好评2个特色现在闻名业界，是什么特色呢？因为波音宣布他们的航太界的老将欧特伯格现在出任的执行长。那现在他向员工承诺，每一步呢都将公开透明。但是大家很关心那你上任之后真的能够翻转这样的情势吗？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呢，包括连空中巴士也被补刀，那让波音陷入苦战。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空巴新推出的 A321XLR 的，让新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线变得更多元了，可以从纽约飞到罗马，伦敦飞到温哥华或是德里，颠覆所有单走道载体的客机只能飞短程距的情况，所以看出来现在人家也在进步当中那再来谈到的是欧洲现在航空的安全级反馈积极那 C919 呢，预计明年要入欧的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谈到电商的情形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商威胁美国更要跟进欧洲来做些制裁了吗？因为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忠实客户拼多多的这个黄峥现在财富呢已经成为中国首富了，他已经有486亿元的美元财富了，已经超越了农夫山泉的创办人，现在成为中国首富了。那现在要跟进欧洲，美国也要约束最低进口免关税的条款，禁止中国大陆的电商巨头。现在之前包括了欧洲，现在针对了包括 Sensi 呢，还有那个 Temu 等中国电商呢进行课征关税。那现在呢，美国的2党的议员提案包括像是进口的货物要进最低进口免税条款的限制，以免被拼多多旗下的这些电商来作为零售商的滥用。那看到这样的情况呢，亚马逊也急了。亚马逊现在也要吸引更多的中国卖家进驻，要来抗衡这个 Temu。他现在排名第3名，但是他希望能够说，能不能超越到第1名呢？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美国的消费者使用习惯了，亚马逊的应用时间只有11分钟，结果呢，中国大陆的电商竟然变成22分钟，几乎是多了亚马逊的1倍话可能先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大陆的太空部署，包括像举行这个天宫的运动会，还包括像俄罗斯这样子的磋商，在莫斯科登场，是不是在往这个跟美国有些互相抗衡的情况？不，他们路子不太一样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大概也要发展自己的星链计划嘛那比如说他跑到月球背面这个跟美国做的路子不太一样。美国登月计划要重启，大概要到2028以后。那所以美国现在都在讲火星赫伯望远镜都讲一些跟你不一样的啦。就各玩各的啦。那空中的武器，因为资料都不会外露了，所以我们不太会知道波音这个事情，我觉得问题很大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独大了，因为美国就只有这一家嘛。所以就导致它的飞航管制的单位也是波音出身的，都是自己人，然后一大堆政治人物都跟他利益勾结，不然他干嘛到台湾推销？没错，他透过政治的拉比得到多少订单空中巴士怎么可能这样得订单？
而且空中巴士因为是好几个国家的联合嘛，是，所以它相对要腐败是比较不容易的啦。啊，我觉得波音根本就是已经一个完全腐败掉的公司啊，就是跟美国的联邦政府还有飞航管制单位，然后连订单的取得都透过政治力量逼第三世界购买。你这样怎么会进步呢？是你这个不像空中巴士嘛，空中巴士是，飞航管制这个单位又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就很难腐败啦。所以他就要靠自己的本事，对，来追过波音嘛，啊，那因为又跟这个坦白讲也跟中国因素有关啦，因为中国就刻意去支持空中巴士啊，那空中巴士也比较容易谈条件，是，所以他也在中国大陆成立比较大的部门，他实际上投资了好几个地方啊，天津啊、苏州啦，好几个地方啊，所以为什么现在 C919有可能在欧洲得到进展嘛，啊？因为中国大陆也很聪明啊，就是他把很多重要的零组件是用外购的，比如说它的引擎啊，是美国跟法国联合制造的引擎，是，所以 C919如果能够多制造，那法国那家公司也会获利啊，那我给空巴更大的空间，那你也要给我 C919一点空间啊，因为它毕竟是短程的啦。那等于是欧洲的内部航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蛮高的，是，就是 C919可能欧洲会放了，那这样子因为航空公司是这样啦，就是你如果是飞机制造公司，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订单要到了一定的规模，不然你不敢大量的去布生产线啦，对，所以他现在做得很慢。C919现在一年大概做不到20架，做得太慢了，超慢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生产线它不敢铺开啊，铺开你5年内有订单，那5年之后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它一直在四航阵一直要推，那一直要把一个订单铺到，我看至少要铺到2000架左右吧。是。因为中国大陆内部订单大概就会有1000架了嘛，对，它是内部市场很大，很大，可是还是不够，它还是要往外推，还是要外，那它的那个生产线才能够铺开啦，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它大概一开始不会跟你竞争那个远航的嘛，那从那个近航的开始，所以逐渐呢，它可能就会从它周边的国家开始了，它内陆。当然，中国内部会很多都已经用 C919了嘛，那接下来可能会外溢到东南亚，那可能会外溢到周边一些地方啦，大概是这样啦。是，那这个也会构成一个新的产业哦，因为这个一架飞机用的零组件啊，可能有10万个哦，所以它的周边产业是蛮大的，大概是这样。好，请教帅将军。因为他敢做，就是第一个有中国市场先做个底了。是这几年慢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每个国家准许你这个适航证，这个要花时间的。那当然这个也容易变成政治操作了。那现在好处就是空巴本来就在大陆设厂嘛。对。那空巴主打这个宽体客机了，非洲际线的了。那内陆线的话，它可以跟它相辅相成嘛，跟亮哥刚刚讲的一样嘛。你919赚的钱也要分它嘛，对，所以欧洲这个市场再打下来，欧洲不大，欧洲整个加起来跟中国大陆差不多，还小一点，所以这也看到一个市场。另外，南美呢这些国家也可能打进去。现在最悲惨的就是波音了，波音本来是跟空巴2个是相匹配的一个竞争对手，现在连续出事啊，可能这个积温不断了，大家购买。就没有信心，现在就是讲了，用政治性压迫嘛，到台湾来1个亿元压迫我们要买28架，其实呢，台湾的旅客真的要担心了，是，谁晓得这个飞机什么时候解体不解体啊？所以这个问题在它没有改善以前，我们真的感觉到蛮悲哀的了。所以你是靠着美国的军事霸权在做这个事情，可以在全世界的商贸来讲，大概自由贸易的国家是比较多了。像你这样搞小院高墙啊，每个国家都有问题。大家本来是合作嘛，是你这家产品便宜我买，我的东西可以你买交换嘛。现在都小院高墙，你喝一杯牛奶是养一条牛吗？这个商业上最基本的 ABC 嘛。所以这个问题，
我看美国还能撑强撑多久？因为川普还没有上台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加100%，我给你打赌，他绝对加不到这么多，对不对？他是为选票讲这个话。是你到真的要谈判的时候，你要务实的了。你杀敌3000，自损800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金融啊才是真正国力的关键所在。是军事只是外在的表现，内在的就是国力。像乌克兰战争就是什么，谁的国力比较强，而不是说你的老百姓勇敢不勇敢。是好，请教严将军。我想严中老师不好意思国跟俄罗斯啊，在这个外太空这样子的一些会谈也好，或者磋商也好，确实会让美国很紧张的啊，是因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俄罗斯可能在就是他有能力，如果从外太空来进行这种核子的攻击的话，那这个是美国没有办法来阻止的，那会引发就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也知道，过去1967年就是主要的国家就开始签署这个外太空的一个 outer space 一个 treaty 一个条约，那大家都讲了说，在这个地方不能有这个核子的那可是呢，如果今天俄罗斯到最后他透过这些卫星以后，未来能够往这个方向走了，那确实会让美国担心。那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合作，我也一直认为说，从俄乌战争开始那美国就你要应该是去分化中国跟俄罗斯，就像当年季辛吉我们说是最小的这一套战略的拉这个打这个的，结果美国现在把他们两个送作堆以后，非常自己觉得不安全，对但是你同时又在对抗两个国家，你应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你觉得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个军事威胁很大的时候，你应该跟中国方面不需要搞到这个贸易战，搞到科技战，搞成这个样子，结果反而是把他们两个送作堆。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一个就是战略上面一个蛮大的错误。所以现在他们两个只要有任何的军事演习也好，或者在这种重要议题的谈判和谈也好，或者他们双方领导人见面，都会让美国觉得很紧张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回到波音我一直认为美国过去的这种光荣的在这种高科技制造业的这种荣景现在真的是不在了。那美国要检讨的就是你们的这一批 CEO 赚饱了钱，把这个股票拉了以后，你退休金拿到了之后，你到底你对公司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大概我从我美国朋友那边拿到的资讯都是如此，就是说你们都在把账目上面做得好看然后怎么可能会裁员？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嘛，波音在品管方面就是少了很多的人，没办法做得很好，那都是为了你自己这个整个的财务报表好看。那现在我觉得至少他们回来这个 Altenberg 会好一些，因为他是一个蛮跟员工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我们讲说 CEO， 他甚至过去在他服务的地方，他认为说没有什么特权停车的地方这个保留给好像长官才能停大家都可以停，所以他应该是可以，至少我觉得可以鼓舞一下士气。但是美国的这种大的企业，这种大的这种公司的文化，我觉得确实要改，就是你不能就是只是靠着政治的力量去取得一些东西。那过去美国波音哪需要靠政治？波音就是品质保证是啊，当年对不对？那你看他如果说按照他过去产品做得好，你应该要继续维持。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想搞新的花样，结果不成功以后，反而是真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觉得这个是波音这一次现在推出新机种，成为一个变成鸡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好，我们再看到现在伊朗是不是随时要来展开复仇了？因为伊朗说呢，已经准备执行最高领袖命令来严惩罚以色列这个是革命卫队的副指挥官，他是怎么说？他说目前就已经在德黑兰一带被暗杀的事情要来严厉惩罚以色列。那什么时候会展开这样的情形呢？现在以色列也做好了准备了吗？
美国媒体就报道，伊朗最快在12日会发动报复的袭击，因为当天刚好就是犹太人的斋戒日啊，所以现在会不会变这样情况，大家都在关注当中。那 F-22的战机呢，现在抵达中东了。美国的国防部就说，如果遭到攻击的话，会来保护以色列，包括现在连这个罗斯福号呢也进到了，包括像打击群里面也前往了中东区域，未来可能针对可能的威胁来做出因应情况。那远道而来还送了这些新武器吗？进入中东之后呢，美国的 FA-18挂满的飞弹要来进驻约旦了。那现在呢，由美军的大佬远调了派这个航舰是为了送首次的上舰测试部署的下一弹的电战干扰夹舱入中东。所以据说现在夹舱有可能有效的压制伊朗的防空系统吗？现在大家也非常关注这情况，因为现在以色列也公布说，伊朗所有的核设施说如果你要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弄。那现在以色列指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将会破坏伊朗所有的核设施，把它全部点名出来，看你敌不动我不动，但你一动的话，我就要跟着动下来了。那现在包括俄罗斯跟伊朗合作，美国暗指中国指使乌克兰攻俄，这是不是也引发讨论呢？因为现在欧洲的情报也曝光了，像伊朗呢曾经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的弹道飞弹那这弹道飞弹呢将会有投入对乌克兰的侵略战当中。那现在五角大厦呢试图为了乌军袭击克尔斯克州来做辩解，说这是符合美国政策。这是美国国防部的副发言人，他怎么说？他说支持乌克兰帮助他们抵御越境袭击，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报复。他们正在采取抵御的袭击，这符合美国的政策。但目前现在还没有开战情况之下呢，现在代理人的情况是不是先打起来？因为25枚的火箭在轰以色列嘛，真主党单独出击，已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黎巴嫩的真主党人说，已经使用25枚的克秋莎的火箭了。重炮飞弹要导入武器袭击，包括以军的铁弩系统的发射平台要位在以军的军营来打到以军的基地左右。现在谈到这样的情形，那现在专家警告了，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天然气平台攻击呢，将导致约旦跟埃及断电的情况，因为这两个国家呢都非常依赖从以色列进口的天然气，所以十分担心开战的情形。那可是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说美国跟中国现在都要抢沙国，所以现在情形美国呢将取消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进攻武器的禁令拜登就同意了取消沙国出售的进攻武器限制扭转他上任的初实施的政策，并且希望能够加强伙伴关系来对抗伊朗，并且向利雅得施压，而且希望能够结束也门胡塞叛军的战争。可是沙烏地阿拉伯之前还公开指责以色列的暗杀行动，而且帮伊朗说话，这个也让美国非常的担心现在呢，沙烏地的阿美 CEO 呢也说，今明2年呢正在寻求在华投资更多石化项目，所以像看起来也在要抢沙国的一个情形那沙烏地阿拉伯人将引进175位中国教师团到当地来教授国语。那当地的商人就说了，汉语将为自己打开更多机会的大门，所以看得出来呢，他们也帮中文视为教学的主要语言之一那再来看到就是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他就吩咐了青少年说，别忘记中国是我们的铁杆朋友你们在华所学都将终身难忘，而且会为未来为国家创造更大的财富。话回来先请教亮哥现在亮哥怎么看？伊朗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复仇？12日就有可能发动袭击了吗？对了，可是怎样的袭击啦？因为8月12当然就是选择斋戒日动手，就表示对你最大的侮辱嘛。是可是这个是象征性的啦，重点是军事，你用什么方式袭击啦？因为从伊朗打被拦截的几率蛮高的啦，所以一般预测是从叙利亚，我不知道他搬到多少东西到叙利亚。那另外就是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大概是这2个方向那就是说伊朗可能是象征性的射一些东西可是我认为大部分都会被拦截。是那可是从叙利亚圣城旅那边射东西，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就很难讲还有另外是打军事目标，还是有其他设施像以色列扬言要炸核设施。
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万一辐射外泄怎么办？是谁负责啊？我觉得这种都是空话了。因为你看那个俄乌战争到现在，扎波罗热那个核电厂没有人敢动啊。对啊，你会变成世界公敌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说而已啦。寒爽的啦，就是要吓伊朗啦，吓大家这样子。伊朗怎么可能被你吓？你周边的国家，你以为辐射不会飘到那边啊？对，那土耳其怎么办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这种动作是不能做的啦。这个，可是我认为这个大概也不会持续太久了。是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那边就不断跟你纠缠，可是他们本来就很纠缠了。事实上到现在互相交火，大概已经超过50-60次了那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就是让纳坦雅胡得到目的了，因为他就是要让大家把目光从加沙转移到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战争就不会结束啊，那不会结束他就可以不用下台啊，延长战线不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是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保留了啦，美国基本上就是反对，这跟巴勒斯坦不太一样，是因为巴勒斯坦有很多是老百姓啊，那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黎巴嫩的政党，它也是一个纯军队的组织那这个美国长期都把它当作恐怖组织啊，所以美国就没有什么内部争议了我觉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加沙内部了，还有约旦河西岸这个，因为我觉得纳坦雅胡跟普京我的感觉啦，他们会做一些比较有利川普的动作因为他们都希望川普当选是，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担心的是这个啦，是，就他们会不会做一些动作让贺锦丽不容易回应因为贺锦丽那天有进战情室嘛，跟拜登一起进去，对，可是坦白讲，你来独当一面，你来回答问题看看，是，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我看他独当一面要回答这2场战争的问题，我看会出包是没错，因为他真的不熟这个不容易回答那可是他民主党大会之后，他就一定要面对这个状况了。民主党大会8月19，那之后你就要像个总统的样子，来处理这2场战争这种国际的大事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认为贺锦丽的选情最大的变数就是普京跟纳坦雅胡因为我觉得这2个人都希望川普当选，是，就联合起来弄他就对了。我就是会做一些什么动作是，不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川普有时候都会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报，这不可能是美国 CIA 给他的，是，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来请教帅将军怎么看向伊朗的情况。伊朗嘴巴是叫得很响，是，但是要报复的手段很有限，因为你中间隔了这么多沙特这些国家，你的陆军又不能开过去，只能靠海空军。那伊朗的海军也很差，是，也没有足够的海域让你去表演，那只剩下空军跟这个导弹。但是空军的基本素质也比不上比不上以色列。以色列是有 F-35I 隐形战机。第二个，根据那么多年的历史看，以色列的空军表现是非常卓越的。从6次中东战争里面，以色列最突出的就是空军。是，好。那伊朗只能用飞弹、用火箭、用无人机，偏偏以色列又是全世界防护最严密的防空网，从低空的铁拳，后面在上面就铁虫，在上面就这个什么复仇者女神，在什么上面还有这个美国的标3、标6，再加上美国看准了你伊朗只能搞这些名堂，所以把伯克神盾舰弄去了，这还不够。把航空母舰弄去了，把
大黄蜂 F-18挂满炸弹也摆在那边。换句话说，伊朗从空中去下手，机会很渺茫。是，而且美国也很坏呀，还给以色列上1000发滑翔炸弹。滑翔炸弹就是老的炸弹了，加了翅膀，是加上制导，那么飞机可以离你很远就把炸弹丢出去。所以伊朗还面临偷鸡不成还蚀把米，这些炸弹下来，不管炸了贫民区也好，炸了军事基地也好，损失都很大。所以俄罗斯也看出来这个问题，赶快用运输机给它运雷达，运这个电站的东西，运这个防空的这个飞弹。这句话说，伊朗能做的很少。是。第二个，死的是巴勒斯坦的人，他为别的虽然很没面子，但是面子问题值几个钱？美国是威吓利诱，威吓是派航母、派陆战队、派神盾，利诱是什么？哎，再过1个礼拜、2个礼拜，我给你签和，两边停火。就说你不听我的话，停火也没有了。是。那以色列还可以攻击你，所以伊朗现在就靠什么？那些小兄弟了。这些小兄弟就是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就给你搞。所以将来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真主党会被挨打，对不对？黎巴嫩会挨打，因为这些小国家里，叙利亚了，不但这个也门呢，跟这个军力都不大，只有真主党的实力比较强一点。那以色列说，只要伊朗这边没有问题，他转移兵力过来就给你真主党一句狠的。所以将来要看，可能是这黎巴嫩要挨揍，对不对？这个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来请教一下严教授，怎么看一下伊朗情况？我觉得伊朗今天大概希望就是制造出更多的他的这些民兵组织，他的这些代理人都能够同仇敌忾一次能够对以色列攻击，才有可能造成伤害如果你这个整个的协调，譬如说你把也门也带进来，把这个真主党，甚至是再加上如果还有这个我们讲哈马斯的势力，然后再加上从伊拉克、从这个叙利亚同时都要一起行动，才有可能造成一个影响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以色列还是会在军事上面占优势，会是非常悲壮，但是大家对以色列的同情会越来越少那我也还是要套用一句，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我觉得美国政治这个奥瑞冈的参议员 Merkley 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很爱以色列，可是我